今天说书的内容是医圣。如何啊？唉，说啊！你20年之后会开始眉毛尽掉，头发尽掉，再过半年就会死于这个病。我听你在。不信，我劝你听我的，好好服用50汤。你确定？那这到底是什么病？今天说的这个案例呢，就是医中之圣、方中之祖张仲景啊。张仲景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叫做王仲宣。王仲宣他是当朝为官的人，替谁办事呢？当时东汉末年的汉献帝，但其实他已经跟谁特别好了呢？就是咱们赫赫有名的曹操。所以呢，他其实是曹操办事，因为当时曹操就是汉献帝的臣子嘛，他跟曹操也是超级好朋友。张仲景呢上山采药的时候，就遇到这个好朋友王仲宣，他就跟他说：“哇，王粲啊，王粲就是王仲宣的原本的名字。王粲啊，我觉得你最近看起来气色不好。”他说：“啊，我这么年轻，你却说我会气色不好？对啊，而且我觉得你在20年之后呢，你一定会眉毛都脱落，半年过后你就会死于这个病，所以我劝你赶快抓。”他就开了一个方子给他，这个叫做50汤，你赶快去服用这个50汤，说不定还可以救你一命啊。王仲宣就好了，你是我好朋友嘛，好，那我 OK， 我回去再领药吧。半信半疑。几个礼拜之后啊，这2个好朋友就遇见啦。张仲景就说：“你是不是没有听我的话呢？”这王仲宣就说：“有啦，我有喝了，好不好？你上次开那个啥汤我喝了啦。我觉得你一定没有听我的话，没有喝。好友啊，听我的话，赶快去喝啊！再不喝就来不及了。”王仲宣就说：“我这么年轻，我的仕途正顺，我当朝为官的人，我身强体魄了，你居然在揍我！而且呢，20年，最好是你有办法在这个时候预测。”没有多久，果然王仲宣确实就是在20年后眉毛脱落，头发掉光，然后半年后非常的准，174天，没了。那到底是什么病？怎么那么悬？其实这个病呢，就是麻风病。麻风病呢会传染，甚至它非常的危险。那中医呢讲究的就是，首先预防。如果预防不了呢，你就是只能中间开始治疗。你中间治疗之后来不及，你就是最后就是只能力挽狂澜，就只有这个3个阶段。如果这3个阶段没有做到呢，就再见了。一开始的时候他也看出了，就代表他已经有这个征兆了。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治疗都是来得及的。而且麻风病除了很危险之外，它很难治。它潜伏期这么长。张仲景为什么会看见？因为中医讲的就是望闻问切。他那时候就已经有看出了这个病。可是因为麻风病这么危险又会传染，如果你被别人知道我是麻风病病者，一定所有人就哇吓跑。所以呢，他不敢告诉他其实得的是麻风病，就只告诉他说：“你听我的劝，好好去服用50汤啊！”而且还开了方子给他，他完全没有理他，所以他就真的这样死了。这件事情呢，确实有被记载在史书上面。记载在哪一个朝代呢？晋朝有一个黄医，他叫做黄甫谧，他写了一部书叫做《针灸甲乙经》，他就把这件事情记载在里面。所以咱们张仲景是不是预测之神啊？他医术一定很了得。张仲景呢，为什么这么鲜为人知？他没有被记载在任何的史书上，完全没有。但那时候被记载的都是谁呢？东汉末年呢，出现了3个超强的神医啊。第一个就是华佗 ，bingo。第2个就是李时珍，不是。你很肯定的秒答不是李时珍，就是咱们的主角啊。然后第3个也挺有名的，只是说又鲜为人知，这个人叫做董奉。所以呢，这3个人在当时被称为建安3医。就是这样子来的。为什么那时候会出现这么多的神医，这么多的名医呢？因为好死不死，所有的天灾呀、人祸啊、大水呀，全部都在那个时期发生。真的是时势造英雄。然后包括什么蝗灾呀、干旱呐、河水泛滥、倒灌呐，全部都在那个时期。更可怕的就是都在烽火战乱，因为东汉末年就是赫赫有名的汉献帝，就是最后一个末代汉朝皇帝嘛，就被三国给瓜分，曹魏、刘
蜀。那时候曹操得到的就是华佗，华佗最厉害的是什么？他厉害的并不是跟张仲景相关的内容，张仲景最厉害的就是伤寒感冒的、外寒的，就比如咱们之前所发生过的 SARS， 比如现在的疫情都是跟呼吸道感染有关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现在张仲景还活着，咱们应该就得救了。华佗厉害的是外科啊，他是外科圣手啊，就引起了曹操的青睐啊，大家都觉得他就是神医，因为呢哪里不好他就帮你直接做处理，所以外科手术很重要嘛哈。那没有想到，反正就是华佗被逼死了。关于这个故事，我们以后再跟大家讲哈。还好张仲景没有很有名，没有被曹操知道哈，不然可能继续被曹操抓去医他的头痛病啊。张仲景为什么会成为医生呢？其实他从小就有一个偶像，这个偶像呢，也就是非常有名的神医，叫做扁鹊。扁鹊哦，他也是超级有名的神医。那为什么他把扁鹊当做他的偶像呢？因为他从小有环境可以念书，爸爸张宗翰是一个读书人，也是在朝为官，所以他从小就可以接触到很多的书籍。有一年疫病呢大爆发，为什么会大爆发？因为战争。你知道，只要战争就会尸横遍野，尸横遍野就一定会爆发疫情。好，就开始到处传染病啊，什么疫病。这个张仲景家呢，其实是一个超级大的大家族。张仲景名字叫张基，字仲景。后来也有人称他为张长沙，因为他曾经在长沙当过太守。结果因为这个时候200多个人大家族全部有2/3死于疫病。哎呦，超严重！他的家族突然就少了2/3的人，全国各地通通都在死人啊。所以张仲景就觉得不行，我一定要努力的研究出如何救这些人，救我的家族。那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个神医叫扁鹊，他就看了他的医书之后，觉得这个人就是我的偶像，他就开始非常努力的钻研啊，然后他就发现这个疫病呢，大部分都是跟伤寒有相关的，他就开始研究所有的方式啊。怎么研究呢？他最厉害的就是辨证论治。什么叫辨证论治？就是先辨别你这个症状，好，先确认，我们再来讲怎么治它。所以也有办法变成同病不同药，或者是不同病用同一种药医。他有办法说看出这2个人，如果他们2个人的症状不同，可是却服同一副药，你那时候相信吗？很难信啊。张仲景呢，有一次他就是正在看病人的时候，2个妇人就来了，他就跟他说：“医生啊，我也是头痛啊，我发烧啊，然后有点咳嗽啊。”另外一个妇人讲的也一模一样的症状，他就开了同一副药。结果呢，没有多久，7天，突然老妇人的儿子冲来了，他就跟他说：“医生啊，我爸妈在家里更严重了，发烧的更夸张了，已经到那了。”然后说：“哈，那难不成那个年轻的妇人也快要被我医死了吗？”跑，他先去找那个年轻的来看看，他是不是跟那个老妇人是一样被他医的不好。这个年轻的呢，刚好正在拜拜，神医，我康复了，我好了。张仲景就说：“明明就同一副药，那为什么一个好，一个严重呢？”他就赶快跑去这个老妇人家去看看他是什么样的状况。虽然是同样的症状，但是因为这个老妇人呢，从以前开始就是容易体燥虚热啊，但是年轻的妇人她年轻嘛，所以她就没有这样的体质。他就发现原来就算同一种病，你也不能用同一种药医，居然还是不同的药。又有一个事件就是呢，夫妻来看病，2个人都一起在哪个地方感冒了，所以呢，这个老妇人呢就跑来看病，看完病她想要直接抓2副药，一副她自己吃，一副给她老公吃，省钱。她这样一次就可以医2个人，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老妇人好了，老公更严重了，她就只好再把她老公带回来再看一次，才发现就算是同药也没办法医同样的病症啊。那其实真的就是要看体质，所以他才会研究出临床。临床就是什么？是依照每一个人的病症不同下去做的，每一个人的体质，就算你们2个得同一个病，也会有不一样的药。那就算你们2个得不同病，也有可能开一模一样的药。所以他这个东西叫做辨证论治，这就是他先发明的。那他就是做这个临床医学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这个中医最可怕一点就是，我所有东西都是靠我的经验来的，这样很难传承所以我接了100个病人，是不是我才有办法研究出100个里面，说不定才有中了50个药方。那这个药方都是我测试出来，都是那个病人也测试出来的，也花了多少经验，耗了我多少年，所以他们都把这些药方成为秘方不外传的。那怎传谁呢？他自己直系的徒弟，第一个子女有一次张仲景呢在好朋友的家，但这个好朋友也是个名医，他就去拜访他。这好朋友叫做沈怀，他已经年老了，70多岁了，都没有任何子女，他就开始在烦恼说怎么办啊？我没有后世啊，没有人可以继承我的自己的这种经验呢、经历，没办法继续延续。那我怎么办呢？他就开始烦恼啊！我居然这70多岁了，我都有这么多的祖传秘方了，怎么都没有人可以来给我传承呢？就天天那样郁郁寡欢，开始生病了。
了，张仲景就来了，然后就给他来看看，他就觉得我自己都是名医了，没关系，来帮我看。张仲景就说：“我给你开个药方，这药方呢一定让你可以痊愈。”哈，笑死了，连我自己都痊愈。结果呢，他开的是什么东西？让他用五谷杂粮各几斤，捏成一团面团，上面呢涂一层朱砂，红色的朱砂，挂在你的屋檐下，你的病就会好了。然后名医就笑死，天哪，张仲景啊，你明明就已经这么有名了，大家都知道你是神医，你是名医，你居然给我开这种可笑的药方。于是这个沈怀呢就把这个东西一模一样照做了，然后还挂在屋檐下一团面团，然后上面涂了红红的这个朱砂，就开始到处跟人家说：“哎，你看看啊，怎么还叫做神医吗？拜托我才是神医吧！你看他这样子开这种可笑的药方，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哈哈哈！每天这样就当大家一起笑，他就觉得天啦哈哈，所以我才是神医啊！张仲景根本就是搞笑用的吧？你怎么会开这种东西呢？”张仲景过没有多久就回来了，他就看到他就说：“好笑吧，你看是不是大家都在笑你？”张仲景就说：“恭喜你的病好了，因为你现在都在笑啦，你每天都还可以跟大家说，快点来看张仲景开的药方啊！他就是治愈他的忧郁症啊。所以张仲景除了这个《伤寒杂病论》以外，他最厉害的就是杂病，包括心理上的疾病啊，所以他也是心理医生。这么早开始就有这种，所以呢，他治好了沈怀的病之后呢，沈怀就才恍然大悟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所以我是因为太抑郁而产生很多其他的疾病，就没有想到你让我开怀大笑，每天都这样嘲笑你之后，然后他一感动之下呢，他就问张仲景：“我有这么多的医方，这么多药方，才有这个状况啊，所以我现在又想到这个问题，我是不是又生病了？”张仲景就告诉他：“你是名医嘛，你是前辈，我们一样同行，我们这个后辈呢，其实就是你的子女，你为什么不要把你的所有的秘方传给我们？那我们也可以把你的秘方发扬光大。”沈怀一感动之后，他就把他毕生所学全部都给张仲景了。张仲景他厉害了，开始到处收集各式秘方、各式药方，他没有私藏，他就是救人的。为什么要私藏？所以他不如公开，所以铸成了《伤寒杂病论》16卷。厉害了吧？可惜的就是呢，这时候连年烽火战乱，所有的人都在欺压百姓，所有的人通通都是在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战争，没有人在乎这些书籍。烽火战乱之下，那就残缺啦，缺超多的。经过后人不断的努力，终于开始慢慢把这些残卷经过编写整理，慢慢的把它弄回来一点点，到最后变成2部，叫做《伤寒论》跟《金匮要略》。《伤寒论》就专门讲《伤寒杂病论》里面的伤寒，《金匮要略》就是讲里面的杂病。他们就把它分成这2部了。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神医啊？有一天呢，这个南阳郡啊，因为实在是太寒冷了，而且是异常的寒冷，那也很奇怪，下大雪啊，然后把所有人全部都冻坏了。然后大家就开始生病了，生什么病呢？因为耳朵都冻坏了，都得了耳疮。冻疮那种。对，所有人的耳朵都不是自己的耳朵了，还有手疮什么都是冻疮。找来了这个张仲景来替他们医治。张仲景一看，帮他们做一些诊断之后呢，辨证论治，所以他就决定开了一个药方。这药方很特殊，就是把羊肉、生姜、白芪，全部煮成一锅，好好吃、好好喝的汤饺啊！所以呢，水饺其实就是张仲景发明的。做好之后呢，帮他们把这个耳朵都治好了，所以张仲景就把这一道药方、这一道菜叫做驱寒焦耳汤。然后呢，把大家的病都医好了。所以呢，饺子的由来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后来只要在这个时间到了，就会一定煮饺子，因为就是要庆祝大家都好了。然后呢，就变成一个只要重大节日最珍贵的食物。因为那时候没办法煮很多嘛，所以那时候每一个人只能分到2颗汤饺。意思对，这个饺子后来演变成汤圆。对啊，就变成那个节庆就要吃这个。北方比较容易就是因为比较冷，所以就会吃饺子，是这样吧？关于汤圆的故事，记得回去看我们的史上最粘稠的妖精。有一次呢，这张仲景出门的时候呢，发现一个女生躺在地上，一大群人都围观她，然后呢还发出了唉的声音。那张仲景想，意思就是她不行了，他就赶快冲过去。她怎么了？她怎么了？有人说她就是想不开了，想自杀了，所以呢她就上吊了。那上吊之后呢，没气了，就有人赶快把她救下来。其实就算救下来，她已经没有动静了，没有气息了。这时候张仲景很厉害的一点，他就是立马找了2个大汉过来，拉开这个女生的手臂，顶住她的腰部跟腹部。随着这个手臂一松一动，一松一动，这个女生就她的
那时候就知道所谓的哈姆立克法了。bingo。所以呢，人工呼吸法这件事情，也就是张仲景先发明。哇，他怎么知道？太厉害了，好可怕吧？对，所以张仲景最强的当然就是伤寒，第二就是杂病。杂病有包括心理，后来又包括人工呼吸，还有包括冻疮，这些杂病全部包办。有没有厉害？所以人家就称他为医中之圣，就被人家称为医圣。那方中之祖是因为他的伤寒杂病论夸张到是因为有病症就算了，写了病症之后，还直接在上面写了要开哪一种药方，也就是说，他有给你题目，又给你的答案，有没有非常的无私？有没有非常的有医德？他应该是外星人。他跟别人不一样，就是你看到华佗就算这么有名，他没有留下任何的著作。你看到这个李时珍，他也是留下了《本草纲目》，但他只是要告诉大家，记录给大家说，我们这些药草的使用方式可以用在哪里用呢？但他并没有正确解答说什么病用什么药，对吧？所以唯一就只有咱们的医圣张仲景啊，他是直接在上面记录了什么样的症状、什么样的病用什么药，你就可以直接看着它的内容，符合就用吧。这就是他非常非常精准的临床的辩证论治的答案。那一本书有没有可怕了？真的好棒哦，就直接用了，然后完全有效。那刚刚不是跟你说张仲景呢，他又被人家称为姜长沙，是因为他当过长沙的太守，太守是官呢。那为什么他可以当官呢？因为那时候汉武帝虽然一开始是使用科考的方式，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其实这个仁义道德跟品性道德人品是更重要的，所以他们在地方官的时候都用什么方式推举呢？并不是用科考，不用考试的哈。难不成选举哦？选举用投票哦，类似的。哎呦，这个方式叫做举孝廉。举孝廉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你在当地呢非常的孝顺，你还非常的清廉，你的品德高尚，引起你当地所有的乡亲啊、民众啊、百姓啊的拥戴，用这种方式推举为官，它叫做举孝廉。那时候呢，张仲景就是被推了，他就慢慢当到了长沙的太守。但是呢，他其实最想要做的事情还是治病救人啊。那时候呢，只要你当官了，是不能随意进入每一个人的民家民宅，不能随便靠近百姓的。他只好想办法，就干脆在他的衙门每逢初一和15，他就开门，然后让所有的百姓通通进来看病啊。这就是坐堂医的由来。所以呢，从此以后，只要一个地方有医生坐在那里，就叫做坐堂医啊，直接沿用这样子的名称。他那时候为了治病救人，他就坐在那儿，然后告诉大家说，只要你初一或15，你就可以来看病。那其他的时候，他就是办案的、办事的、办公的，他就在他的办公厅来对开始替大家服务。对，他就叫做坐堂医。张仲景的老师是张伯祖，他也是一个蛮厉害的医生，但是却没什么名望。那他那时候只是单纯想要救全家人，他就跟这个人学习。然后呢，他这个伤寒杂病论呢，参考了几部书，这几部呢包括了《素问》9卷，《黄帝内经》。《黄帝内经》可怕了哈。还有这个就是81难，这个难经就是谁写的？扁鹊，他的偶像啊。还有包括《阴阳大论》跟《胎炉药录》，他用理论加经方的结合，所产生的一部巨作。它影响了当时的西方和东方国家各世界所有医家对中医跟医疗界，这算是一个重大突破吧。所以所有的人都开始应用他的书来导正自己的一些观念观点，它等于算是奠定最大的基础。所以呢，他这个《伤寒论》啊、《金匮要略》跟《黄帝内经》还有《神农本草经》并称为中医的4大经典。而且他还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7日节律。7日节律是什么？他有算出来，人体其实是有一个规律、一个阶段的。这个人体的规律呢，其实都是以7日为一个阶段。比如说感冒了7天都还没有好，没有好就代表你一定要14天内才会好。那如果14天内没有好，就是再加7。但是这种东西在科学界是无法验证，却被他发现了这个人体的规律。还有呢，说人类的起源有可能是他自己知道的。为什么？你有没有觉得很诡异？人呢要摄取的这些元素、营养素，这什么都不可以只有单一食物，而且一定要杂食。这个杂食还要摄取到很多什么，比如说金属也需要，各种维他命 C、A 什么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搞不好人类
类就是自然界产生的。你看自然是不是需要这么多的元素所组成？所以他也觉得人类应该就是大自然所组成。你来自于那里，那你是不是身体所需要的东西就跟那些相关？所以呢，你需要天，你需要地，你需要空气啊、水啊、太阳啊等等。所以他觉得人类可能就是起源于大自然。西晋太医令王叔和，他也是走访各地，好不容易才拿回了10/16，因为他有16卷嘛。对，10/16拿回来之后重新整理，杂病呢就是由北宋的藏书家王叔编为《金匮要略》，礼法药方都皆备这样子。东汉末年在献帝的时候，他就是发生了这个党锢之祸，然后才去接这个三国，所以这党锢之祸才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疫病。什么样的疫病呢？东汉的桓帝大疫3次，灵帝大疫5次，献帝建安年更流行啊！那时候的灾祸这么严重，夸张哦，对哦，高行。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才有办法让这一些这么好的书留下来。他研究这个伤寒的时候，他除了收集这个药方之外，那时候还为了要临床实验证明，他还研究了针刺、酒烙、药膜、做药、浸足、灌耳、舌下含药等多种治疗方式。哦，这么厉害！对，所以并不是只有吃药哦。他其实说触诊其实就只是把脉，尤其是呢这个望闻问切呢，你其实前面都可以理解，望闻问都可以理解。对，切这件事情呢是被所有科学家所不能采取的。切你怎么知道？就是手放一放，哎呀摸一摸你就知道，哎呀这啥脉啥脉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哇你还怀孕了，你还生病了，所以他们觉得这东西是最没有科学根据的。就张仲景说呢，其实这个切脉呢，它不只有在手上，还有这个，还有你的脚盘哦。所以他们其实切的是哪里？动脉。所以他们切的脉就是那个脉，所以就是看脉象。那这个脉象怎么看呢？其实它是要了解你到底有不有力，律动对不对，速度，然后3个部位所加起来的综合，还有摸你的皮肤温度。切脉这件事也是高深莫测啊！人家说，嗨，我才不相信呢！你怎么可以这样摸出来？你就知道说他这个人其实是真的可以。那只有谁做得到？张仲景，神医，好可怕的人，搞不好他就是未来人啦！哎，真的。好，所以呢，请不要再说中医是韩国，不要再说华佗是韩国人，请不要再说张仲景是韩国人啊！